有人说这是超英美剧动作戏的天花板，不像其他英雄出道即巅峰，夜魔侠打怪升级的路线像极了雷欧，不断用血泪凝聚自己的拳头。这也是难得没有 talk 之上的超英美剧。其伯乐弗兰克·米勒更是参与创作过蝙蝠侠系列漫画，所以本片的黑暗程度可想而知，与常年以正道的光为核心的漫威完全相反。众所周知，漫威的电影宇宙与电视宇宙是同一世界，看惯了复联光鲜救世特效砸脸，又有谁考虑过街头角色的重要性？今天我们就正经 talk 这部漫威神剧《夜魔侠》。地狱厨房位于曼哈顿西区，这里民风淳朴的程度堪比哥谭。夜魔侠马特·默多克便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。父亲杰克乃是地狱厨房的地下拳王，是这个不夜城的擂台传奇。自幼以来，父亲常年奋战，伤痕累累。马克比同龄的孩子们的承受力要强得多，这毕竟是小地方。杰克那点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开销，于是他像其他人一样打起了假赛。马特很疑惑呀，为什么父亲输了还能获得如此赏金？也在这一刻，变故发生了。那年马特9岁，因为一场车祸导致化学药剂溶进了眼睛，本可以躲过这场灾难，而他却选择了救下路人。从这一天开始，马特变成了瞎子。儿子是杰克的一切，他渴望做一个好榜样、好父亲。没多久，他开始拒绝假赛，给再多的钱也不及对儿子的影响。他照顾马特，让孩子学习盲文，也不再去比赛，而是老老实实开了家拳馆。日子虽苦，但儿子更重要。直到有一天，金主找上门请他打一场假赛。想到儿子以后的生活，他向现实妥协了。可擂台之上，本该2个回合就落下风的杰克，此时是越战越勇，直至拿下了冠军，使得金主们血亏。他最终还是不想给儿子丢脸，全场欢呼加上儿子的骄傲，杰克认为这一切都值了。可这也引来了杀身之祸。当晚，金主就安排人干掉了杰克。马特一夜之间成了孤儿，他被送往了孤儿院。父亲当年的红色战袍是唯一留下来的东西。想起父亲曾说过的话，我们总会站起来的。这天，孤儿院来了个老瞎子，他收养了马特。在这个孩子最绝望恐惧的时候，棍搜一眼便看出了马特的不同之处。显然，这个孩子和自己一样，虽然瞎了双眼，却增强了其他感官，使得他们看世界更清晰。棍搜教会他不抱怨、不自卑，用心去感受身边的一切。嗅觉、听力、感觉便是你的第二双眼睛。自那起，棍搜开始训练马特。那到这里就牵扯到了2个神秘组织：真纯会与守和会。双方积怨已久，棍搜便是真和会成员。2个组织虽然是对头，但往前盘的话，还可以算是同门师兄弟。在异次元空间里，有一座名为昆仑的城市，其最核心的力量器能够使人自愈。除长老以外，最强的便是昆仑武士团。这是由5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员组成。可贪婪使人疯狂，武士团渴望得到永生，便脱离昆仑，组建了守和会。由于昆仑大门每15年才打开一次，为了对抗守和会，他们在外面的世界创立了真和会。棍搜便是导师之一，这也是他训练马特的原因。老头希望有朝一日，马特能够成为对抗守和会的兵器。这一系列故事会在以后详说。本季主要是讲述了夜魔侠的起源。言归正传，长期的训练和依赖让马特把棍搜当成了第2个父亲，甚至把师傅给自己买的第1个冰淇淋包装编织成了手环送给了他，这反而引起了师傅的不满。我要的是战士，不是儿子。师徒之间的关系变了味儿。长大后的马特回到了地狱厨房，但他心底渴望正义。在一次夜里，他蒙上双眼，殴打了一名男子。男子曾猥亵了女儿，被听力超乎常人的马特发现，给予了正义赛炮。人生还要继续。马特考进了法学院，认识了舍友福吉。这个小胖子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很快就和马特打成了一片，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兄弟。哥俩立志要创立属于他们的律师事务所，为这个残破的城市带来一丝希望。马特深知这个城市的肮脏，于是他戴上面具，在法律与现实之间展开博弈。码头发生一起少女绑架案，马特真闻声感觉，敏锐的感官让他能快速判断出敌人动向。马特很难被敌人引导，他不喜欢用枪以及任何杀伤力武器，打击罪犯只靠双手丝毫不拖泥带水，还是个物理学顶级专家。干趴了绑架案负责人科特后，马特救出了几位女孩，如此劳累注定是个不眠夜。早上，福吉的电话吵醒了他。为了隐瞒义警的身份，马特总是骗他自己在风流。哥俩最近在筹备事务所的事，为了拿到地狱厨房的一手消息，福吉找到了片警布莱特。俩人是发小，只是性格不对付。
布莱特收下了福吉给母亲买的雪茄，男人手短，又是一片心意，他同意为福吉留意一下周边的消息，这才跟马特来到了即将盘下的房子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里就是他们以后的办公室了。这里是为数不多没有被那场纽约事故摧毁的房屋，破是破旧了点，但价格只是正常的1/4。但他们刚刚离了东家，兜里的票子不多，要赶快接单赚钱。在不远的街区，一个女人惊恐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男人已经倒在了血泊中没了气息。警方赶到后，自然而然把女人抓了起来。布莱特把这手消息告诉了福吉，女人叫凯伦，现在已经关进局子了。哥俩立刻赶到了审讯室。当福吉还在考虑是否要为一个杀人犯做辩护律师时，马特就已经通过心跳判断出凯伦是无辜的，哪怕他根本没有付佣金。马特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女人的信息，她在联合建筑公司担任秘书，死者是她的同事，他们只是在酒吧喝了几杯酒就昏过去了。醒来之后就发生了之前的一幕，两人回到事务所，法院正准备以过失杀人的罪名起诉凯伦。现在的情况很不友好，而且所有人都认定他是凶手。马特愈发感觉案子蹊跷，这起命案并没有出现在新闻报道上，也就是说背后还有其他人掌控。街边上一个穿着整洁斯文得体的男人出现了，他是维斯利，上面派他来善后这件事儿。维斯利利用家人威胁了一名狱警，命他今晚除掉凯伦。当晚被关押的凯伦就遭到了袭击，女人发起反击，并且喊来了其他人。距离起诉只剩4个小时，马特告诉福吉申请释放委托人，在警局被警察袭击可不是小事儿。两人把凯伦带回了事务所，防止他再次被袭击，前提是必须说出所有真相。凯伦这才娓娓道来，当初他是联合建筑公司财务部的秘书，因为纽约被一群天外来物砸烂，公司从中占尽了好处，钱是没少捞啊。就在1周前，凯伦收到了一封标注养老金大师的邮件，他点开看了一眼，没想到就是这封邮件引来了杀身之祸，里面是一笔巨款的流动记录，所有的账户都被加密了。这笔钱实在太多了，凯伦不得不上报领导，可领导很淡定，称这都是假的。凯伦感觉不对啊，这才叫来了之前的同事帮忙检查下。之后同事就遇害了，仅仅是因为听了自己的话，就永远的离开了妻儿。凯伦又后悔又害怕，他不想连累马特和福吉。马特表现得十分冷静，他把凯伦带回了自己的公寓，这样相对安全一点。他的房子一片漆黑，这对一个盲人来说自然是无所谓的。这公寓虽然大，但是便宜，因为隔着窗户就是大型 LED 广告牌，一般人根本受不了。马特为凯伦拿了一套自己的衣服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凯伦脱了个精光。妈妈呀，我也要当瞎子！为了镇住凯伦心里的恐惧焦虑，马特讲起了自己的悲惨过往，只删减版本，给足了女人勇气和鼓励。说罢，分析起了案件的疑点，换位思考，自己是个秘书，还发现了公司的秘密，可为什么遇害的是同事而不是自己呢？哪怕第2次在监狱遭到过袭击，可第1次对方的确留手了。马特只有一个念头，凯伦手上还存着备份，而凯伦接下来的心跳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对的。只是女人一口否认，马特便没有继续针对。联合公司顶楼，一群人聚集于此。守和会五指之一高夫人同样出自守和会的忍者信，黑帮头目利兰、俄罗斯悍匪兄弟以及维斯利。维斯利代表的是自己的老大，只是老大现在大隐于市，不便见人。俄罗斯的兄弟在码头的活让一个面具男扰了，财富方面有点小亏，可其他人并不相信什么面具男一条石。由于语言不通，维斯利还担任起了翻译官。在座的几位掌握了这地带的命脉，自然不在乎什么面具男，抽时间找人做了他就行了。联合公司还是利益至上，纽约这杯羹还得慢慢分。深夜，凯伦悄悄离开了公寓，马特早有察觉，戴上面具暗中尾随。女人从天花板暗格拿出了备份 U 盘，却没有察觉身后的杀手。这时马特突然出现，与之大战，深得棍搜真传，武术方面强的一匹，可他终究是一介凡人，扭打过程中摔下了楼，倒在地上时想起了父亲的那句话，我们总会站起来的。马特再次与男人展开搏斗，一声一响听得清清楚楚，他预判了男人的攻击。最后凭借深厚的铁链将男人当场处决。凯伦在旁边看的是一脸震惊啊。马特没有多言，直接拿走了 U 盘，并将一切公布于众，这对联合公司的名声影响不小。维斯利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那个男人不想继续对付凯伦，毕竟一切都已经曝光，但其身后的2名律师引起了他的关注。
事情暂时告一段落，凯伦也没钱支付佣金，他决定留在事务所工作，平时还能照顾下2个潦草的男人。总的来说呢，他很感激昨晚的那个面具男，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但绝对是个好人。就是这样，事务所算是正式开起来了，但地狱厨房依然暗潮汹涌。联合公司做掉了那名警察和杀手，继续做着那些违法的买卖。现在地狱厨房发现了黑空的存在，就在一片居民楼内。简而言之是，黑空是一种邪恶力量，拥有之人会成为守和会的顶级杀手，对这组织将来的行动影响巨大。这晚，俄罗斯兄弟劫持了一辆货车，明目张胆抢走了后座的男孩。站在楼顶的马特听到了求救声，可营救行动并不顺利，穿刺伤、脑震荡，多处肋骨断裂。一命呜呼的马特被丢进了垃圾桶，被一个男孩发现给带了回去。他找来了邻居护士姐姐。克莱尔发现马特还有一口气儿，就想叫救护车，却被马特拦了下来。若是进了医院，大家都会遭殃。说着就陷入了昏迷。醒来时，身体已经被简单处理，眼前这个身受重伤的瞎子看着就不简单。克莱尔也问不出个所以然，只能出于职业道德继续治疗。没多久，马特就出现了气胸现象，难以呼吸。克莱尔果断用胸腔穿刺针进行抽气，这才让马特好受了很多。他告诉克莱尔，俄罗斯人绑架了一个男孩，自己追过去时正中埋伏，对方完全是为了吸引自己出现才实施的绑架。孩子没救成，倒是差点吸去了。说着，马特就听到了1楼的敲门声。有人在挨家挨户盘问，若是被对方发现，克莱尔也会被牵连。他正准备带伤出战，就被克莱尔拦了下来。他可不要让家里再次染血。几句话打发走了盘问的假警察。马特听出对方在打电话报信儿，还是个俄罗斯人。他拎起灭火器听声辨位，随后一松手，男人应声倒地，肯定没死。不巧的是，这一幕被男孩桑提诺看到了。孩子很惊恐，但也很老实。马特招呼他们，把男人抬到楼顶。那个男孩现在还不知下落，克莱尔早就被吓傻了，只是救了马特一命，没有想到会涉及其中。现在要做的就是等男人醒来，在他下次昏迷前问出答案。事务所这边有了凯伦的打理，屋子干净了很多。几次被人追杀的经历让他畏惧回家，福吉把他带来了乔西酒吧。这个地方他和马特常年光顾。借着酒劲儿，凯伦说了几句心里话。他刚搬来地狱厨房不久，先后遭遇了那么多坏事，各种黑暗面，对这个地方失望透了。两人就城市的话题喝到了深夜。另一边，假警察谢苗醒了过来，睁眼就看到一个恶魔，身后还站着一个鬼魂。男人吓得不敢喘大气儿。马特能轻易分辨说谎之人的心跳，所以审问起来也方便了不少。见这帮贩卖人口的混混一副得意洋洋的屌样，克莱尔都看不下去了。他指出了男人3叉神经的位置，让马特捅了进去。随后就是一阵鬼哭狼嚎。男人这回可不敢装杯了，被马特悬在高空边缘处，惊恐地说出了一个地址。眼看马特收手，还不忘放了几句狠话，下一刻就被马特推了下去。男人摔进了垃圾桶，肯定没死，最多植物人。马特一身硬伤，却还要前去救男孩。他嘱咐克莱尔搬到别的地方去避避难，并且记下了新的地址。如果今晚能活着回来，再找克莱尔缝针。地下室里，绑匪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恶魔正在降临。马特无声无息地来到走廊，包围了所有人。哪怕身体受伤，体力透支，马特同样拳拳到肉，毫不退缩。每一次倒下都艰难地爬起来，直到对方无一人处于苏醒状态。他这才抱起男孩，一边安慰着孩子的情绪，一边缓步向外走去。这天，马特如往常一样找到神父告解，神父认出了他，这是杰克的儿子，同时知晓了这个大男孩的秘密身份，不仅愿意保守真相，更愿意随时聆听马特的心事。回到事务所，马特以眼瞎摔倒解释了脸上的伤。很快，他们迎来了第2份委托，来人便是维斯利。自然是因为之前哥俩帮助了凯伦，维斯利的雇主对这个小事务所来了兴趣。有些话维斯利自然不会说出来，察觉到此人身份不善，马特犹豫该不该接单。对方出手阔绰，报仇震撼到了福吉，加上他们曾帮一个杀人犯洗脱罪名，一直凯伦冤案，马特提起了警戒心。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对外开放，他怎么知道的？马特更怀疑此人与联合建筑公司的事有关。在送走男人后，马特靠超强的听力记住了对方手表的走针声音和品牌，也听清楚了男人与背后之人的交谈。他和福奇赶到了警局，了解了一下案件详情。事情发生在保龄球场，死者是一名黑老大。当事人西里想玩一盘，却得知此地已经被包场。他向黑老大询问能否加入，随后便被几个马仔围攻，而且都配有手枪。
西里出于正当防卫干掉了对方，想都不用想，马特就知道西里说的是谎话。可对方熟悉法律，认定自己是自卫，而福吉并不想为黑帮分子辩护，马特一句话就说服了他：我们需要钱呢。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调查维斯利背后雇主而找借口。码头边，公报报社记者尤里克见了一位老友，对方也曾是黑帮分子，只是大势已去，准备离开纽约，这里已经不是自己能涉足的地方了。当年他蹲大牢的时候，全城记者中只有尤里克没有在报道中提及家人，所以男人心存感激，临走前只告诉尤里克，地狱厨房来了一个新地方。尤里克想要报道一下此事，这种大隐于市的龙头肯定与联合公司有关，如果他们能串联线索公布于众，绝对也会大卖。可主编根本不同意，没有销量有引战的东西，你还是歇歇吧，还不去报道地铁新开的战线。可他还是把自己的猜疑报道了。这篇报道引起了联合公司的注意，他们的律师请来了凯伦，毕竟只有凯伦曾拥有实锤证据，只有签署了保密协议才能放心，这样有机会重新开始生活。凯伦陷入了犹豫，尤里克的正义之举并没有带来收益，他还是要为家人的治疗费用发愁。筹备了一天，马特和福吉总算是有了应对之举，凯伦也没有隐瞒联合公司签约的事儿。第二天正式开庭，前半场由福吉上场，主张以正当防卫来判决西里无罪。在他的陈述时间里，马特聆听着在场的一举一动。很快，那个熟悉的表盘走动声音响起了，而陪审团中一名女人的心跳很不稳定，完全是紧张害怕造成的。上半场结束后，他便暗中跟随女人，女人受威胁，对方的意思是让他坚持到一切结束，言外之意就是暗中操作判决结果。马特擒住了男人，得知女人的把柄是一个录音，内容18禁，可男人顶多是个边缘马仔，狗屁也不知道，警告他摧毁证据，让女人退出陪审，是马特唯一能做的。等到第二天，女人果然退出了陪审，这时也轮到了马特上场做最后收尾。确定陪审团没有意外情况后，他才缓缓开口，还提到了一个黄片逻辑，大致的意思是我能不能判定这个东西是否色情，取决于我看到没有。毫无疑问，西里杀人是事实，不管是否属于自卫，都不能定义他的善恶，而原告一方又不愿出庭作证，根据法院法律，他应该判以无罪，而法院之外的审判应当由西里自己承担。场外，维斯利和利兰商量着方案，他们的势力庞大，完全有能力给法官下命令，可这样容易引起怀疑。找来了马特、福吉两人也是为了避嫌，他们的事务所新开张，清清白白，绝不会有人怀疑，最多算是工具人中的人上人。现在就等着分割死掉黑老大的财产。同时，凯伦找到了之前同事的遗孀，没想到对方向黑恶势力低头，早早签署了保密协议，这让凯伦愈发感觉到敌人的强大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指针之声再次响起。维斯利显然对这件事情很上心，而令马特诧异的是，在表决环节里，陪审团长的心率忽然加快，他意识到一切早就被那个幕后之人决定了。不管如何，陪审团都会判西里无罪，这就是金钱和权威的力量。马特觉得真相越来越近了。一切结束后，他在小巷堵截了西里，通过交手能判断此人训练有素，绝对是个杀手的存在。自然在对抗中也费了一番力气，玻璃插进脖子的那一刻，西里怂了，他绝望地说出了一个名字：威尔斯·菲斯克。可他绝没料到，这个面具男并未下杀手。男人知道自己说出菲斯克的名字意味着什么，他毫不犹豫选择自杀。而他所提到的威尔逊·菲斯克，正是我们所熟知的金病。今夜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凡之夜，因为金病遇到了自己想要守护一生的女人凡妮莎。今夜对地狱厨房的罪犯们同样是个不凡之夜。马特四处打听这个名叫菲斯克的人，可最终一无所获，受的伤倒是不少。克莱尔成了马特的御用奶妈，几周前被他扔下楼的假警察谢苗，现在还在 ICU 昏迷不醒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儿，马特都能接受。克莱尔忧心，希望马特能整身防弹衣啥的，凡人之躯哪经得住这么霍霍呀？为了方便下次预约手术，马特留了一部私密手机，顺便提起了菲斯克这个人。不出意外，克莱尔根本没听过，看来自己还得继续打听打听。维斯利找到了俄罗斯兄弟，先分了他们一部分死去黑老大的财产，也听说了最近那个神秘面具男搞了不少事儿，这个人就交给俄罗斯兄弟处理了。听闻对方还在寻找自己的雇主，他更是下令杀之。要说对方穿着战甲或者抡着魔法锤，你们打不过，那他妈还有情可原。可对方只是个普通人，还麻烦你们哥俩证明一下价值啊！这对兄弟不在乎任何威胁。8年前，他们经历过地狱般的摧残，来到纽约只是想打出自己的事业。哥俩来到了医院，只有昏迷的谢苗接触过面具男，他们用激素强行唤醒了昏迷的谢苗。男人惊恐地说对方是个恶魔，并供出了大楼内的女人和地址。
没有抓到克莱尔，却看到了男孩桑提诺，一场阴谋即将展开。另一边，菲斯克又来到了花展，专程来见了凡妮莎。这个女人勾起了他唯一的善念，两人相约共进晚餐。一瓶82年的雪碧下肚，他们彻夜长谈。菲斯克从小梦想到地狱厨房之外的地方生活，可12岁那年出了变故，让他留下来立志要重建这座城市。这是他的家，菲斯克现在有钱有势，有义务改变这里。克莱尔下班回到家，察觉到了异样，便拿起电话联络马特。马特正和福吉遛弯回家，接了电话后匆忙离开，盲棍随后一扔。谁能想到一个瞎子暗地里玩起了轻功啊！赶到克莱尔家中时，早没了人影了。他听到不远处沉闷的呼救声，可赶到时，对方早已驾车离去，一路被绑到了俄罗斯兄弟面前。马特立刻找到了桑提诺，男孩被威胁会杀害母亲，让他不要声张，这才让克莱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绑架。桑提诺隐约记得对方开的是出租车，品牌是威莱斯。此时的克莱尔被打得不轻，俄罗斯人为了问出面具男的下落，什么都肯干。灯光骤灭，黑暗中一个身影频繁杀出，随后就是惨叫连连，枪火四起。马特给俄罗斯人造成了极大的恐惧，为首的马仔只能用克莱尔的命作为要挟，随后舒舒服服的挨了顿揍。正骨过后，由愤怒的克莱尔一棍子敲晕，马特抱住了惊魂未定的他。去危救安后，马特把克莱尔带回了公寓，包扎了伤口。当他把马特从垃圾桶里捡出来救下后，人生注定无法平静。今晚的事让马特产生了自我怀疑，做了这么多，城市依然没有改善，不但没有变好，一切反而更糟。如果他不站出来，又有谁会站出来呢？这时凯伦来到了公报，找到了那个发布联合公司丑闻的记者尤里克。揭发权贵们的面目并不是简单的事儿，轻则丢了工作，重则酒足被诛。尤里克从事媒体一生，见过不少人从这世界上消失。一番商量后，尤里克让凯伦签下保密协议，这样的话能保住一命，但条件是永远不能曝光这件事儿。对方也曾找过自己，而他决定不签，从中寻找机会揭发最后的真相。俄罗斯兄弟回到据点，现场一片狼藉，手下人都说是面具男干的。弟弟阿纳托利想去寻找菲斯克的帮助，他知道哥哥不喜欢屈服于他人。此时的菲斯克还在餐厅与凡妮莎畅饮，天南海北，谈笑风生。阿纳托利突然就闯了进来，行为让菲斯克很难看，在心爱的女人面前下不来台，下一次有没有机会出来都是个谜。菲斯克怒火中烧，他让维斯利把阿纳托利带到了面前，庞大的身躯造成了绝对的威慑。这对俄罗斯兄弟对付不了一个面具男不说，还毁了自己的约会，最后还舔个脸来寻求帮助啊！阿纳托利的反击被西装下的防护层给挡住了，菲斯克将他的头卡在门缝，一次又一次的用力挤压，直到身首异处。完事后，他还安排维斯利把尸体送回去，将责任推给面具男，让他们狗咬狗。第二天清晨，哥哥弗拉基米尔见到了弟弟的尸体，他猛然落泪，回想起过去，他双目通红。在弟弟的衣服里，他拿出了一块黑布。维斯利趁热打铁，男人当即下令全军出击啊，猎杀面具男，找到他提头来见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